放弃。哎，算了，都留给我老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台湾4年的当当。那我之前来台北交换学生的时候呢，就在夜市吃的不亦乐乎。在高雄呢住了2年半之后，原本我觉得有一点偏甜的咖喱饭，还有汤头甜甜的汕头火锅，都变成了我很习惯，而且现在会怀念的口味。但是4年了，这些东西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。那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5种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的食物。我心中不能接受第1名是唯一一个我跟我老公达成共识的，难道是我们的打开方式有问题？那先来说不能接受第5名，油饭。其实，在台湾，像是年菜呀，然后还有一些婚宴呐、办桌呀，甚至是拜拜，油饭呢都是一个必须有的经典菜色吧。而且依照传统的话呢，蜜月也要送油饭。油饭的配料也是非常的丰富，像是什么腊肉啦、腊肠啦、香菇啦、红葱头啦、干鱿鱼、花生等等等等。我还吃过那种整个油饭上面还要撒满樱花虾的。那配料这么丰富，听起来应该是很棒啊，无论是口感还是口味都应该蛮有层次的。可是怎么说呢，就这些东西啊，单独放着我都可以，放在一起我就没有办法接受。我觉得这跟我个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。像是我从小呢就不太能接受饭跟菜放在一起的这种模式。甚至我小的时候龟毛到，如果我的米饭上面沾上了菜汤，那这碗米饭我就只能给我妈吃了。好险，我现在已经越来越宽容了，不然我岂不是就要错过矿肉饭了？而且啊，在我心里，就是我吃下来的感受，我觉得油饭跟没有皮的肉粽没有什么差别。那为了例证我真的无法接受，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家这颗冷冻库里从端午节冻到了感恩节的肉粽。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关系是我既往的印象里，糯米的吃法比较偏甜一点的吧，像我们东北的粽子呢也是白粽，或者是包红枣啊、豆沙这些的。然后白粽我们煮熟之后呢，就会沾白糖或者蜂蜜。像我刚到厦门的时候啊，也是被厦门的咸粽进行了震撼教育。不过其实有一件有点荒谬的事情，就是其实台湾很多小吃嘛都是用糯米做的，像是米糕啊、饭团啊这种，我都吃得蛮开心的呢。我分析了一下，我觉得可能是肉松的关系，因为我很爱肉松，所以米糕给过。那不能接受的第4名，肉羹。其实我不能接受的不是肉羹，是羹。我还去 Google 了一下，就是羹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是台湾菜和闽南菜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种做法。那羹呢，就是一种粘稠的浓汤，主要由菜、肉和勾芡。对，没错，这个问题就出在了这个勾芡上。我不喜欢这种黏黏糊糊的口感。那我今天也搞了一碗啊，大家不用担心，绝对不会浪费。这些呢，都只是我不吃，但是我老公吃呀。这也太浓郁、太粘稠了吧！哎，算了，都留给我老公。不能好好的搞一个汤吗？为什么要搞得这样黏黏糊糊的呢？吃了这个肉羹之后就不用吃主食了吗？就这个调味真的还挺棒的，但就这个口感直接在我这里就不行了。哦对，我想起来，我之前在高雄呢有吃一家土托鱼羹，那个我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羹和它的鱼是分开的，所以我可以只吃鱼，然后给我老公喝羹。那不能接受第3名，它算是台湾一个很常见的食材了，可以卤啊，可以煎呐、还可以煮汤。台湾人的餐桌上应该蛮常出现的。没错，就是这个虱目鱼。这个虱目鱼其实最棒的就是这个鱼肚，煎虱目鱼肚啊，这个好像也是很多热炒店或者是便当店会有的这个菜。咋说呢？首先我觉得虱目鱼有一个味道，就算是土味吗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。反正我之前有干过一次很智障的事情，就我拿虱目鱼去做水煮鱼，但即使是口味那么重的麻辣的那个水煮鱼，都没有办法盖过去鱼的那个味道。第二个问题是，虱目鱼有很多的细刺，就是你吃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，非常的慢，不然的话你就
可能就是咽下去的才知道，那就很危险。我知道大家可能会说，就是你吃鱼肚一般就不太会有西刺了嘛？哎，那对我来讲就有了一个问题。你看这个鱼肚，鱼肚上面都会有一层这个很肥美的部分。其实这个鱼肚也是因为它肥美，所以好吃。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不行啊，所以我吃之前我一定要把它都认真的剥掉，然后剥的就很辛苦，还会把那个整个鱼肚就是搞得破破烂烂的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都没错，只是不适合，留给适合的人吧。那现在来说，不能接受第2名了。最近啊，有一件轰动全台的事情，就是魔兽呢来台湾打球了嘛。我对篮球还好，但是有一个新闻吸引到我了，他爱吃鸡屁股。我一个亚洲人竟然在接地气这件事情上输给了一个美国人。鸡屁股这个玩意儿，我连机会都没给过他呀。其实有很多人不吃鸡屁股，可能是因为它是屁股，就是觉得那个地方可能有卫生的隐患。但是对我来讲呢，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它是肥肉。我不吃肥肉，当然就也不吃皮。就是我曾经认真的问过我老公，吃鸡屁股这个口感是什么样的，他说就能吃一块鸡脂肪，所以就完全把我给劝退了。就是吃肥肉和吃皮的快乐是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快乐。但明显我老公呢就很爱吃鸡屁股，我问他吃不吃咸酥鸡，他说他不吃。但是当我要去买咸酥鸡的时候呢，他就让我给他带一串鸡屁股。我就纳闷了，那怎么好事多烤鸡的那个鸡屁股他不吃呢？按道理来说啊，那么大一只鸡，只有那么一小块屁股，这个珍惜程度根本就是那么大的一头牛，只有那么一小块牛舌，肯定是我自己不懂珍惜啊。不过没关系，虽然我不吃，但是我维护你们吃的权利啊。这呢是一串鸡屁股，是烤的，然后我们这次来试一下，给他个机会啊。放弃。最后就是这个不能接受的第1名，也是唯一一个我跟我老公都不能接受的东西，就是乌鱼子。乌鱼子这个东西，我真的是来台湾之后才吃过，但是我之前有吃到过其他的鱼子的相关的料理吧。那这个无法接受乌鱼子的原因，我觉得说出来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，就是它味道真的重，又腥又咸。你说是因为我自己怕腥味吗？我觉得我不算是一个对腥味很敏感的人，像我从小就是家里离海很近嘛，所以吃很多海鲜，然后像是鱼卵、蟹黄这些也是我很爱的。包括什么明太子啊，我都 OK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乌鱼子呢，就是我尝试过很多次，无论是家里长辈料理的，还是在外面餐厅吃的，还有那种现在就是那种一口装的开袋即食的，都不太对啊。就是一般乌鱼子呢，它不是一片乌鱼子一片萝卜，然后还有蒜苗，可是萝卜很脆，乌鱼子呢很黏，所以我嚼着嚼着，萝卜已经咽下去了，乌鱼子还粘在我牙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就乌鱼子这个事儿呢，我还跟我朋友讨论过，他断言我们这就是烹饪的方法不对。他当时给我讲了一套，就还蛮复杂的吧，好像还要用什么高粱酒这那的。我也是一脸懵，还是今年过年我再试一下。那这个乌鱼子到底怎么弄才好啊？大家赶紧救救我！那今天说这么多呢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就是我不爱这些东西，所以会变得难以生存，千万不要有这种担心。毕竟我不能接受的才5个，我可以接受的还有另外500、5000个。我还有什么盐水鸡、鸡排、卤肉饭、卤味、地瓜球、葱油饼等等等等的。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对我刚刚说过那些食物的看法，或者有哪些食物是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接受的。顺便调查一下，如果后面我来吃臭豆腐，有人看吗？大家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开铃铛。我是叨叨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